李管事，今日炉火不旺，小人拼尽全力，只能打出这2份剑胚。2份？当初是怎么定的规矩？一天必须交出3份剑胚。小人身子弱，今日炉火不旺，实在是打不了3份剑胚，还望大人多多包涵。包涵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我来包涵？穿越25年，总算让我找到仙源所在，我这费劳的顽疾有救了。废物！能让你服侍仙爷已是莫大恩情，竟还不知珍惜。规矩就是规矩，明日若还交不上3份剑胚，你就死定了。这算什么仙缘？这样下去，别说修仙治病，怕是没有几天，我就要死在这里。我得逃。小子想跑？谁给你的胆子？进了断天宗，便是断天宗的狗，区区家畜也敢舍弃主人。没死就滚起来上攻！居然想逃跑，真是反了你了！进了断火房，打不完1万份剑胚之前，别想离开。还要打铁，再打下去，我就要死在这里了。但不打，今天就要死，我一定要活下来。锤子变轻了，这是灵气入体，这涌入我体内的热流，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灵力？引气入体，竟然是引气入体！我这废灵根居然也能修炼了，为什么？灵力好像来自于我手中这把锤子，每一次敲打铁块，锤子都会反馈给我一丝精纯的灵力。哈哈，我不用死了，我不用死了！李管事，今日的3份剑胚全在这里，宗门规定的任务我全部完成了。3份？你这废物的狗眼瞎了是不是？这桌上明明只有2份。嘿嘿，李管事您瞧，小人今天手气不错，不仅完成任务，还超额多打了1份，专门孝敬给您。算你懂事，超额完成。这块下品灵晶赏你了，谢李管事，谢李管事。林铁，昨夜翻墙的账还没算，今天又举着2份说3份，你是在糊弄本管事吗？我看你是活腻了，给我往死里打，留口气，明天接着干活。这群家伙真是欺人太甚。还好借助这锤子吸收了灵力，身体比之前好了不少。但看来只要我还待在这里，就永无宁日。这个锤子不仅能吸收外界灵气，居然还能把火毒过滤成纯净的火系灵气，滋养我的灵根。在这锤子的滋养下，我灵根吸收灵气的速度都变快了。李管事，这是今日3份剑胚。知道了，滚！别在这碍眼。走着瞧。这是5块灵晶，明天是杂役例行放假的日子，你明天可以休息了。终于忍到了发薪的日子，这5块灵晶可以换基础功法了。
空有帆布的灵气，没有对应的修行功法，终究算不上正式修炼。老板，我想买断天宗的基础功法断火诀。又是一个不信命的废灵根。宗门基础功法断火诀，终于到手了。哟，这不是那只妄想逃跑的废物吗？真是浪费灵晶，废物拿了功法也是废物。多谢师兄指点。这功法讲究以火淬气，要在千锤百炼的锻造中淬炼自身筋骨。果然，以我的废灵根资质，只凭功法修炼难如登天。若是没有这柄断天锤，我怕是连第一步引气入体都迈不过去。但是现在，我能修炼了。起！200斤的石锁，我竟然能单手扛起。这几天配合断天锤帆布的灵气，让我力气提升太多了。这就是修炼的感觉吗？果然仙凡有别，光是刚刚修炼，就有了那么大差距。光打废铁胚还不行，断火诀的真正淬炼，必须配合完整的兵器锻造。只有千锤百炼，才能以火淬体。在断火诀里有自带的基础锻造术。好剑，居然给我反馈了那么多灵力。打一把完整的灵剑，比打普通的剑胚反馈到我身上的灵力多了10倍。断天神锤，以天地为熔炉，断天地之神兵，夺天地之造化。这是隐藏在锤子里的远古传承五行灵剑锻造图。我的力气变大了不少，打铁速度比以前快得多。如果是我全力以赴的话，一天可以打10把剑胚。但是没必要教那么多，教太多剑胚只会被他们针对。教4把剑胚不会太惹眼，还能用剩余的时间锻造灵剑，提升修为。哟，林铁，最近长肉了吗？力气居然变大了那么多，一口气能打出4把合格的剑胚。大哥，这小子不对劲儿。以前他一天打2把剑胚都费劲，现在居然能一天打4把剑胚。小子，不会连规矩都忘了吧？打出4把剑胚，不知道拿出1把给哥几个孝敬？这些家伙真的是欺人太甚！不行，现在动手，哪怕把他杀了，也要受到宗门的责罚。
而且我私藏神锤和传承的秘密就会彻底暴露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暴露机缘就是死。算你小子识相，烂泥就是烂泥，就算多长了2斤力气，在老子面前也得乖乖盘着。小的们，跟老子去喝酒！赵哥，这小子力气增长那么快，说不定是得到了什么机缘。你看我们要不要？现在还是在宗门的地盘内，不好动手，规矩不能坏。但如果离开了锻造坊，那可就由不得他了。修为又提升了，突破到炼气1层，需要断火诀运转960个周天，而我现在的灵气已经让断火诀运转了30个周天。原来锻造出一把真正的成品灵兵，神锤帆布的灵气这么恐怖，要不了多久，我就能突破到炼气1层。赵牛李管事，你们的脸我记着。普通灵剑反馈的灵力都那么多，断天锤内记载的5行灵剑，给我反馈的灵力会不会更多？也该试着打造5行灵剑了。也不知道断天锤里记载的图纸，比起凡品灵剑又如何？锻造5行灵剑的剑胚，这阻力比锻造普通剑胚强了10倍。但只是一锤落下，就有一股极其精纯的灵力冲进我体内，带来的提升起码是锻造普通灵剑的2倍，不，3倍。这是在反馈肉身力量，我的灵根在以之前5倍的速度吸纳灵气。断天锤和断火诀是相辅相成的功法。我的灵根吸纳灵气的速度比之前快了5倍，而且也不再外泄灵气了。不过，想把它打造成完整的5行灵剑，1天根本不够，还得继续。仅仅是精炼这把剑胚，我单臂的力量已经突破了500斤。5行灵剑，又是传承，这神锤果然神妙。断阳术竟然能用自己锻造的灵气当媒介，聚拢天地灵气，日夜不停地滋养身体。只要灵气在，修为就能日夜不停地增长。这5行灵剑居然真的在自动吸收外界灵气，这不就相当于我多了一个能自动修炼的外置灵根？而且我能感觉到我的肉身力量又增强了，现在的我单手绝对有600斤的巨力。照这个速度，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突破炼气1层，到时候我就有资格直接参加外门弟子考核。况且一把剑就能提供那么多灵力，要是我多打造几把，还有谁能在修炼速度上超过我？现在能把断天锤收入丹田温养，也不用担心锤子被人发现，被修仙界的老东西追杀了。
第12把五行灵剑，我的经脉已经被撑到了凡人的极限。现在的灵力吞吐量，绝不仅是下品灵根，我甚至可能已经是中品，乃至上品灵根的修炼速度。就是现在！给我发！这就是修仙者的力量，终于突破到了炼气1层，我踏入修仙的门槛了。明天刚好是杂役休息日，也刚好趁这个机会参加万门弟子的考核。李管事、赵牛，你们抽在我身上的鞭子，等我出了这扇门，日后慢慢算。林铁，你小子最近打铁快的见鬼了，一天能交4把剑胚。你一个废灵根，绝不可能有这力气，是不是挖到宗门灵矿，或者藏了什么宝贝？交出来！如果我说不呢？不交？你睁大狗眼看看，这山道连个鬼影子都没有。你今天要是不小心滚下这万丈悬崖，谁也赖不到老子头上。赵哥，和他废什么话？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贱骨头，等废了他的手脚，他自然会吐出来。本想成为外门弟子之后，再好好和你们算账，没想到你们自己送上门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好好算算账吧。法力外放，这是灵压，炼气1层，你这废灵根怎么可能突破炼气1层？你们无需知道。上，横竖都是死，跟他拼了！冥顽不灵。铁哥，放过我！都是赵牛和李管事逼我的，我保证守口如瓶。放过你？在锻造坊，你们可曾想过放过我？只有死人最守口如瓶。李管事，我很快回来算总账。不要动手！气海凝聚，灵力外放，货真价实的炼气1层，合格！恭喜突破！
根据你在杂役处打铁的经验，宗门直接分配你进入外门断剑堂，从此正式学习炼气之术。这里就是咱们的外门断剑堂。你就是新学徒？这里没那么多规矩，每天锻造出一把合格的灵剑，剩下的时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这就是灵剑的锻造图谱，去吧。一天锻造一把灵剑，工作量倒是不大，但是……呸！废物！这2把剑胚算老子的！嘿嘿。规矩说着是一套，背后又是哪一套，就不好说了。至少屋子终于不漏风了。这锻造方式倒是简单，1个时辰估计就够了。这外门弟子的待遇，果真不是杂役能比的。这里的地火，火力比杂役处旺盛数倍。借着地火，我完全可以尝试打出品质更好的5星灵剑。什么？林铁竟然成了外门弟子？这怎么可能？那小子明明只是个快要咽气的病老鬼，他凭什么？要是让他继续在外门升上去，倘若他在外面站稳了脚跟，攀附上了某位长老，保不准哪天要来报复我。必须想办法除掉他。剑还不错，比今日的任务完成了。居然没有刻意加重我的工作量，但是按宗门规定，以我炼制出的灵剑品质，应该有奖励才对。师傅，我看断剑堂的规矩，若是炼制出中品以上的灵剑，怎么？你觉得为师会克扣你的奖励？弟子不敢。放心，你打出的灵剑，宗门都记得，奖励自然会和你的月封一起发给你。如果是真的就好了，但看他的意思，应该就是不想给了。也罢，只要能在断剑堂里锻造5星灵剑，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没想到仅用1天时间，我就锻造出了一把新的5星灵剑。现在我体内蕴养的5星灵剑，已经达到了整整13把。我现在锻造5星灵剑的速度比之前快太多了。
我修炼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。看来，要不了多久，我就能突破到炼气2层。在这之后，还有一笔旧账要算。师傅，弟子刚刚晋升外门，如今空有修为，却尚未习得任何防身与对敌的战斗功法，特来请教。好说，不过宗门内的资源都需要灵石换取，你有灵石吗？明明规矩手册上说的是，凡外门弟子都可以直接领取逆息术和玉气术，怎么到了他这里，变成要用灵石换取？师傅，弟子出身寒微，身上的灵石不多，这已经是弟子的全部家当。还真是出身寒微，只有5枚灵石也来换功法。罢了，你拿去吧。少的那部分就从你月俸里扣。这2本，一册是玉气之术，另一册是逆息术，能藏匿你的气息。用免费发放的功法名正言顺的克扣灵石，可还真有你的。罢了，寄人篱下，等以后实力强大了，再找他讨公道。玉气术，一剑隔空斩敌，是我最需要的杀戮手段。不过，此法唯一的弊端，就是容易被宗门的秘法通过兵器上的灵气属性查到对应的凶手。但是5行灵剑，5行俱全，所带的灵气颇杂，即便我用5行灵剑杀人，也不会被他们发觉。李管事，洗干净脖子，等着我。炼气2层了，而且以这灵气吸收的速度，看来炼气3层也快了。断天锤的传承，5运灵剑阵。凝聚剑阵之后，我用断天锤锻造每一把剑获得的灵力，都比之前更多了。御剑术已成，这几天额外赶工出来的灵剑，足够应付接下来半个月的差事。即便我这几天不在锻剑房，这个月的任务也能交差。该去讨债了。暴雨夜，真是杀人的好日子。李管事，我林铁回来了。来者何人？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，结果也就这样。是你。1305枚灵石，这么多年，他居然私自克扣了那么多底层杂役的血汗钱。也好，这刚好作为李管事勾结魔门的证据。断天宗应该不至于连弟子勾结魔门都坐视不管。
这玉佩护盾能抵挡炼气4层一次攻击，更是五行齐全，相生相克，天生克制绝大多数单一属性法器的宝物。还好我的五行灵剑五行齐全，不然今晚想要无声无息地除掉它，怕是没有那么容易。事情已经结束了，也该回去了。终于炼化到36把了，给我融！又有新的传承出现了。突破到炼气3层境界了，这新的传承。地煞36剑阵，这剑阵不但能加快我的灵力补充，并且外放御敌，也是强大杀阵。什么？我儿李不明死了？究竟是谁？禀报封主，据属下暗中查证，李不明大人在遇害之前，曾秘密发布过一道悬赏招募令。他当时的目标是一个叫林铁的新晋外门弟子。林铁？是，据查，这个林铁先前只是断火坊里最卑贱的杂役，在里面干了不短的时间。属下怀疑，他定是在断火坊内对李不明大人的管教心怀怨恨，所以才……封主息怒，那林铁才刚入外门，不过是区区炼气1层的修为，而李不明大人身上随身带着您赐予的护身法器。那可是能硬生生抵挡炼气4层修士全力一击的宝物。按常理来说，常理？哼！既然我儿李不明死前只针对过他，那这桩血债和这个叫林铁的脱不了干系。走，随本座去断剑堂会一会林铁这小小的外门弟子。李管事虽是被我所杀，但应该也查不到我这个明面上的炼气2层弟子头上。这外门断剑堂资源充足，克扣一点月俸也不算什么了。至少和先前的杂役处相比，这里的环境终究是好的太多了。逆袭甲，身着此甲，竟能将自身修为完美隐藏，太好了，这样就不用担心被人窥探，发现我的真实修为。如今我真正的战力，就算是炼气4层的强者，也能做到正面击杀。不过，这样的实力，在宗门里还是不太够看，还是低调一点的好。
铁在哪儿？给我滚出来！李封主，今日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有何贵干？你们断剑堂弟子勾结魔道，杀了我儿子！竟有此事！是哪个弟子做出如此恶毒之事？断剑堂林铁！两位师兄，有何贵干？你杀害同门与管事，师父下令捉拿。难道我杀死李管事的事情真的败露了？这下麻烦大了。李管事是不是你杀的？我儿之死是不是你下的毒手？请封主明鉴，弟子一直在宿舍闭关，看通告才知道李管事遇害。还敢狡辩？不就是你对李管事的管教不服，心怀怨恨才杀人？李封主，弟子实力低微，近日才突破到炼气3层。李管事死的时候，弟子正日夜潜修，侥幸突破炼气2层，哪来的实力杀李管事？长老息怒，这小子尚未定罪，此时同门相残，怕是给那些别有用心之辈落了口舌。林铁，你可敢与我去执法堂当面对质？林铁如果真被定罪，我也脱不了干系，绝不能去执法堂。李封主，林铁入门时才炼气1层，报告上说贼人击破了法宝，一击毙命。他这炼气1层的实力，怕是难以击穿李管事的法宝。弟子确实受过欺压，但绝不敢做出同门相残之事。还在狡辩！李封主，现在证据不足，去至法堂哪怕定罪，怕也只是判罚凌迟，反而难平您心头之恨。不如将他发配至荣晋山脉，挖掘地火，那里火毒旺盛，没人撑得过3年。我手里确实没有定罪的证据，如果让这家伙去了执法堂，只发些灵石，怕是便宜了他。去荣晋山脉折磨致死，倒也不错的选择。那就由你安排，我要他活不过3年。林铁，你残害同门，罪孽深重，即日起发配荣晋山脉，挖引地火，5年期满方可返回。这些家伙找不到证据就滥用私刑，真是烂透了。新来的吧？因为什么事儿来的？宗门长老说我杀了他的儿子，我便被发配过来了。那你到底杀了没有？没有。不管你有没有杀，反正结果都一样。此处是荣晋山脉，地下藏着荣间圣炎的火种，是用于断气的先天异火。
不过此火毒极其旺盛，寻常人无法掌控。我们的任务就是从那地缝中用控火诀引出一丝火种，封存好之后，供给上面的大人断气。在这过程中，火毒入体难以去除，用不了多久，五脏六腑就如火烧一般疼痛。寻常人不出2年就会因火毒攻心而死。我看他们判你5年，就是让你死在这儿。5年，想让我在这地方待5年，真是想置我于死地。炼气大圆满，甚至还有筑基期的强者，看来宗门对这里也是戒备森严。这个镯子摘不下来，还可以大致感应我在方圆5公里之内的范围。看来想逃掉没那么容易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进去引火！这就是火毒。我的断天锤在利用火种淬炼我体内的飞剑，火毒被化解了。没想到断天锤可以化解一切火毒。不需要分心抵御火毒，我抽出火种的速度比其他人都快得多，甚至我还有足够富余的时间，刚好试一试这地火到底锻造效果如何。好快，好厉害的火力，杂质在一瞬间就被萃取掉了。怪不得那些高层要用这里的火来断气。不过，被处理之后的地火远远不及地脉中地火的效果。利用这里的地火，我居然能锻造出上品灵气了，修为比之前长得更多。在这里修炼，对我而言事半功倍，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李战、刘大锤，你们想置我于死地？但我偏不，等我从地狱爬出来，就去找你们。炼气5层成了。晚炼断体法，以自身肉体为胚，锻打自身，如锤炼神兵，可通过精铁矿物强化己身。成型之后，血肉之躯堪比神兵在世。好一本神妙的断体功法。将自身作为神兵锻造，这地火还能淬炼我的身体。但是我的精铁已经所剩无几了，没有材料，就无法断剑修行，得找机会去访视一趟，采购一些炼气用的材料。哎，看那新来的，皮肤都已经泛红，火毒深度上身了。看来他也没几天可活了，准备收尸吧。那个林铁还要再等3年才死，老夫等不及了。只要他还活着1天，我的心就不得安宁，我就一日无法突破金丹。去融进山脉，把
把临帖除掉，事情务必干净利落，要像是一场意外事故，免得落人口舌。属下遵命，一定把事情办妥。这里就是宗门的坊室，还真是热闹。手环只能显示大致方位，坊室人多气息杂，他们也不好锁定。况且，他们也不会费这个心思跟踪一个普通的萤火弟子。嘿，道友看看，这可是能重创筑基期强者的轰雷符。这东西怎么卖？不贵，2500枚下品灵石。这也太贵了，还是先看看这段时间打造的剑能换多少灵石吧。兄弟，这可是上品灵剑，你从哪儿弄到的？我师傅打的。哎呦，大师手笔，这上品灵剑一把出你200灵石，绝对没有问题。那这把呢？中品灵剑，虽然不如上品那么珍贵，但一把给道友算80灵石也是没问题的。在断剑堂，我锻造的每一把灵剑都是中品灵剑。中品灵剑。这是你这个月的月俸，15灵石，拿好滚蛋。30把中品灵剑，1个月只换来15灵石的月俸。段天宗还真是会做事。这么多，全都是灵剑。这些能全收得下吗？收得下，可以，道友稍等。有钱了。炼气丹，太好了，万事俱备，至少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用为了炼气材料和修炼丹药发愁了。炼气7层，成了。突破到炼气7层了，控火术，火云蹄，功法战斗的配套法术都已经修炼的差不多了。72天罡剑阵虽然灵力消耗极其恐怖，但这剑阵的威力也足够让我拥有越阶杀敌的资本。怪不得熔岩山脉的死亡率那么高，来这里的弟子不仅要受到地火侵体的痛苦，还要随时面对如此恐怖的变异魔物。哼，万炼断体法果然强悍，炼气8层的正面一击，竟然只能让我受点轻伤。颠倒迷踪阵起！72天罡剑阵，嗨！
畜生终究还是畜生，不知道破解法阵的办法。有迷阵相助，猎杀魔兽真是轻松不少，不然免不了一番苦战。看来这只魔兽是因为长期沾染了熔间圣焰的火精，才发生了变异。为了不和他人接触，我已经深入了洞穴很深的地方。这里火毒那么浓郁，地火的火气也比外围旺盛得多。难道前方就是熔间圣焰的核心？不行，这里的火气太旺盛了。即便有断天锤护体，我现在的修为还是承受不住。还是等修为继续精深一些再来的好。这些魔兽的尸骨得到了火精的淬炼，刚好可以用作我万炼断体法的材料。万炼断体法，小成了。千炉万断，不惧刀砍火炼。现在以我的肉身强度，即便是不动用断天锤，寻常火毒也休想伤我分毫。九重乾坤盾锻造图，刚好，我现在正好缺一个防身防御的法宝。九重乾坤盾，给我成！上一次没能进去，现在有了这件宝贝，再加上我的万炼断体法已经小成，可以再试一试了。熔间圣炎，取走它，我的实力能成倍暴涨。这里重兵把守，先别轻举妄动。林铁，可算找到你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奉李站长老的命，来除掉你这个祸患。那个老家伙将我发配到这里还不够，还要专门派人来杀我。林铁，你还真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好地方，在这里，没人会觉得你是被我杀死的。这就是炼气大圆满的力量。雕虫小技，境界差距太大。林铁，看来你身上有不少秘密。这盾牌和灵剑，不知道你是从哪儿弄来的。他应该不知道这后面就是熔间圣焰，如果接触地火，你的死期到了，你身上这些宝贝全归我了。控火诀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用控火诀？林铁，你以为这只是普通火焰吗？只可惜，在岩壁的另一面就是熔间圣焰。你在任务中不小心碰到它，被烧成灰烬，怪不到我头上。这个人被我杀了，但烈火峰下一个再来谁就不好说了。这里不能久留，得谋划一下该怎么逃跑了。炼气8层，林铁，地底冲出来一只筑基期巨兽，指示大人命令所有人立刻去前线顶住。门外大乱，正好趁这个机会逃走，不然待在这里也是等死。但是这火也必须带走。
林铁，你去哪儿？临阵脱逃的废物，别以为能有好下场！段天锤在这儿与这异火共鸣了，段天锤估计对他也有作用。给我刀！此地不宜久留。这个魔兽居然把筑基期的修士也给杀了！不好，他冲我来了！这畜生速度太快了！颠倒迷踪阵开！迷踪阵居然直接碎了，这样下去我一定会被他追上。不对，他已经受到重伤了，说不定有机会。反正跑下去也是被他追上，还不如试一试。这就是筑基期魔兽，如果不是突破到了炼气8层，我少上这一下就要重伤。72天罡剑阵起！红雷符！还好我主修火系法术，能抵抗火焰，不然真要被你这个畜生烧成灰了。给我死！已经没有气息了，体内的生机断绝，灵力也已经枯萎，看来是真的死了。筑基期魔兽浑身上下都是宝贝，这算是便宜我了吧？没有人幸存下来吗？本以为这只是个趁乱逃走的机会，没想到居然都死了。如果不是你把他重创，或许我现在也死了吧。我们也算是相识一场。虽然你是段天宗的人，但你也算是救了我。反正你们已经死了，这些东西要来也没用，我就帮你们收下了吧。改日我成长起来之后，定然会到段天宗帮你们报仇，不能再耽搁了。听说这里有筑基期魔兽入侵，看来战况不是一般的惨烈。
看上去袭击矿脉的，应该是熔岩巨兽吧？看来又得派一批新的修士过来了。这些死有余辜的家伙，死了多少都无所谓。可惜了烈火师兄。我们居然折损了一位筑基期的修士。只要地火还在，损失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。听说最近老祖快要炼出圣品灵气了。倒也是，只要圣品灵气能出世，哪怕死再多筑基期修士都是值得的。也不知道那头孽畜死了没有。走吧，该去收拾后事了。不对，他们身上的储物袋都被收走了，有其他人来过了。难道这魔兽是有人刻意放出来的？究竟是谁敢与我们断天宗为敌？哼，能放出筑基期魔物，怕是南方的御兽宗忌惮我宗即将炼出圣品灵气来干扰我们的吧？但只要熔间圣炎还在，我宗炼制圣品灵气就指日可待。走，随我进地脉。不对啊，这地脉不应该是热的吗？为什么一点热气都感觉不到？再往前深入看看。不对，连一点点地火的火气都没有，不应该这样。熔间盛宴不见了！你说什么？熔间圣炎不见了？怎么可能？熔间圣炎的火毒炽烈，即便是我等也无法长时间接触，除非有天地至宝能将其容纳其中。宗门即将炼出圣品灵气，你们却在这个时候弄丢了熔间圣炎，耽误了宗门大事，你们可能担得起责任？给我查！查到底是谁干的？那些在战场上的弟子一个个的查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遵命。断海引火摇曳，在袭击中逃离，现已抓获。李猛在魔兽袭击中逃跑。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熔间圣炎去了哪里啊！大敌在前，不与宗门共患难，擅离职守，该死！融进山脉的姚毅和看守下落皆已查清，唯独有一人不见踪影。前断剑堂外门弟子林铁，未见尸体，行踪不明。传我号令，通缉林铁，但凡抓到林铁者，赏灵10万枚。这次的收获确实丰富。筑基丹居然有4颗，灵石加在一起也有近1万枚了，还有5星迷踪阵，这一趟可真是赚大了。炼气9层，筑基期强者是断天宗的人，神识扫过来了，他们是在找我。不行，不能让他们找到。还好我有逆袭甲，能够遮挡我的气息。
继续搜。离开荣晋山脉，他只能往这边跑。他只有炼气期的修为，以他的速度，短时间内跑不出这片森林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我现在已经是炼气9层，还差一点就能突破炼气大圆满。找我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如果能顺利逃出森林，就是万幸。但若是被找到，修为提升上去之后，尚且也有一战之力。与其赌自己不被抓到，还不如先提升修为。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不要发现我！108剑，成了！我炼气圆满了。108剑，大眼剑阵。这剑阵成型，与筑基也有一战之力。啊！不好，刚刚的动静引起他们注意了，必须尽快离开。再过一段距离就能离开森林，前面不远就是天元城了。躲在城市里，大隐隐于市，先突破筑基再说。我前不久才熄灭，人就在附近，快追！该死，该死，该死！怎么还是被这群家伙发现了？林铁，你死到临头，往哪里跑？给我速速回宗，交代清楚，还能换个从轻发落。哼，从轻发落？你们断天宗上上下下从来没有人把我当人看，跟你们回去，无异于自寻死路。林铁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残害同门可是死罪！不杀你们，难道任由你们杀我不成？什么？他是炼气大圆满？情报明明说，半年前他明明才是炼气3层的废物。他果然是御兽宗派来的奸细，抓住他，把他擒回宗门复命。我看谁敢！荣间圣炎，他身上有荣间圣炎，真的是他带走的。荣间圣炎虽然强大，但我也无法操控太久。这火只有在断天锤里才能为我所用，一旦外扫太多，我也要受到损伤。他速度比我快得多，被他这样碾下去，对面的支援迟早追上来，还不如解决了他，再全力逃逸。荣间圣炎果然厉害，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手段控制住的，但看来你也不能动用太多次。哈哈哈哈！你根本不知道筑基和炼气的差距，不过得了些许机缘，难道真以为自己能媲美筑基不成？
死！符箓，这家伙疯了吗？他是想和我同归于尽？这是阵法，刚刚他布置了阵盘。林铁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奈何我吗？你能维持这个剑阵多久？这个家伙灵力难道是无尽的吗？不管了，救援的消息已经放出去了，用不了多久支援就会赶来。林铁，你没能杀死我，你还是太嫩了！哼，这样你就躲不掉了吗？不愧是断天宗的内门弟子，带着这么多稀有矿材，这下炼器的材料不缺了。还自带了上品熔炉，省得我去到处找炉子了。还有筑基丹，突破筑基境界必须要筑基丹，现在又得到了一枚筑基丹，正好多多益善。终于逃脱这些人的追杀了，但他们援军很快就会过来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我这条命还挺值钱。喂，戴着面具做什么？把面具脱下！行了行了，进去吧，晦气！这样过去，一定会被他们探查，还是先不进城了。如今断天宗到处都在通缉我，抓不到我，断天宗不会善罢甘休，还是先闭关突破筑基期。只有真正迈入筑基，我才有最起码的自保能力。求援的信号就是从这里发出的。熔剑圣炎，这是被熔剑圣炎烧死的。林铁居然真的偷走了熔剑圣炎，传我命令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把林铁给我抓回来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今日便让你脱胎换骨！好剑，就是不知道威力如何。哼！好强的威力，换成现在我在击杀筑基期的魔兽，应该不至于被狼狈追杀了。万炼断体法，给我断！万炼断体法，我现在的身体强度也是极品灵气级别了。
这是补天断神诀，筑基期功法。本来我还在发愁，突破筑基期没有合适的功法让我修炼，真是瞌睡送枕头。筑基丹、境界、功法都已经圆满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在今日尝试突破筑基。这一路走来，真是艰辛。好在，终于突破筑基期了。修炼了这些日子，这天元城的守卫也没那么森严了。刚好来城内采购一些修炼材料，顺便打听打听如今的情况。听说了没？万法荣天秘境开启的动静越来越大了。能没听说吗？据说里面遍地都是上古断道残痕和绝世奇矿，谁不想去碰碰运气？只要挖到一块，下半生修炼的资源就有着落了。啊！小二，过来。你有什么吩咐？添茶还是上菜？他们说的秘境是什么情况？客官，小的听这些仙人老爷说是有个什么秘境要开启，小的也不是仙人，不是特别清楚。只听说这秘境名字叫做万法荣天秘境，全城都传疯了。这几天城里的仙人老爷们也都在往那边赶呢，说是里面有什么秘经、陨神铁之类的稀罕宝贝。万法荣天秘境，秘经、陨神铁都是能用于精炼灵剑的极品材料，只要能弄到手，就可以让我将五行灵剑淬炼到完美的境界。神识探查，断天宗的人可能追过来了，城里不安全。筑基期之后，速度果然比炼气期快多了。御剑而行，当真是可日行千里。兄台，你也是去那万法荣天秘境的？又是万法荣天秘境，不过他知道的应该比店小二多，只是刚好顺路往这边走。在下孤陋寡闻，不知兄台口中的万法荣天秘境究竟是？兄台有所不知，万法荣天秘境相传是远古仙人留下的传承。听说在秘境里有着远古的断道传承，可以打造无上神兵仙器，以断道直通仙路。远古断道传承，这岂不正好是我要走的道路？不过这次秘境开启动静太大，吸引了不少附近宗门的强者过来，但好在秘境仅允许金丹期以下的修士进入，所以即便是我等筑基期修士也能分到一杯羹。兄台若是也要前往秘境，不如我们结伴前行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结伴啊！这修仙界人心险恶，还是不要随意轻信他人。
但现在也不好撕破脸皮。那就有劳兄台了，兄台请。先让他在前面探路，如果前面出了变故，我也好第一时间跑路。兄台小心！刚有点风吹草动，跑得比我都快，这家伙果然靠不住。他跑了，你可跑不掉了。二话不说就下杀手，看来没必要和他们费口舌了。极品灵气，果然不同凡响。现在我的战力，即便是筑基3层，我也能战胜。看来资源还是杀人夺宝来的最快。那个家伙跑得挺快，不过好在已经知道了具体的地点，已不需要他带路了。居然还有筑基大圆满的修士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面对筑基大圆满，怕是无法在他们手中撑下3招。这次进入秘境，还是先在边缘游走，提升实力的好。居然还有断天宗的人，兄弟应该是散修吧？要不要为你讲解一下万法融天秘境的情报？说。好嘞，爷，这万法融天秘境，传闻里面有无数珍稀矿材，断气地火，但真正珍贵的还属是断天传承。这些筑基大圆满的怪物，应该都是冲着断天的传承去的。只要你不去抢夺传承，他们也不会和你一般计较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规矩：从秘境离开之后，必须将你在秘境中5成所得上供。还有这事？不然你以为这些大宗门为何要和一群散修和睦相处？散修进去，实则也是帮他们搜寻宝物的工具罢了。倘若我不给呢？兄弟，别开玩笑了，你难道要独自一人与各大宗门为敌？秘境开放啦！秘境，而且是纯度极高的秘境。本来以为秘境里即便会有，也数量极少，没想到居然会有那么多，真是好地方。这矿脉那么长，倘若这里的秘境如果在外面出现，怕是会引起宗门的疯抢，甚至因此引发宗门之间的战争。可惜，即便我带了那么多储物袋，也没办法把这些秘境全部装走。但在这里断气，就是取之不尽的秘境资源。秘境5星灵剑，强度远超寻常精铁材料所致。同样是极品灵气，但用精铁打造的，居然直接被摧毁了，好恐怖的强度！
外界寻求一块秘境都难得，而我所有的飞剑都是秘境打造。相同境界，还有谁能与我为敌？师兄快看，这里居然藏着这么一个宝地，居然全是秘境！怎么还有那么一个扫兴的家伙在里面？他没有穿宗门的制服，怕不是一个散修。喂，那个散修，这处矿洞现在归我们断天宗了，把你采到的矿石和储物袋全部留下，然后赶紧滚出去。就凭你们！你们想要去另一边挖掘便是，为什么要和我争抢？一个无名散修也配和我们谈？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修仙界实力说话，让你滚是给你活命的机会，既然不识趣，那就永远留在这里吧。那就看看是谁留在这里。什么？快跑！我乃断天宗李战长老亲传弟子，你若是杀了我，断天宗不会放过你的。李战，我杀的就是李战的弟子。极品灵气，他怎么会有那么多极品灵气？筑基2层破，没想到那么快就突破筑基2层了。果然材料越好，断天锤锻造反馈给我的灵力就越多，我修炼的速度也越快。这么多的秘境，不知道够我修炼到筑基几层。又缴获了3个储物袋，到时又能装更多的秘境了。128把秘境极品灵剑，断天锤传承，128天地剑阵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风雷踏云靴锻造图，极速类法宝，可以瞬间爆发数十倍的极速，倒是不错的逃生手段。以及暴击术，通过引爆灵气发起的攻击，威力极强。多余的灵气我也有不少，那些灵气放着也是可惜，刚好用来当杀伐的手段。厉害！风雷踏云靴成了。就传承出世了。传承出世，就在前方。筑基期大圆满，拿到了传承，就立刻遁走。再过几十年，
我就是金丹期的大能！圣体宗，你们那么急做什么？我乃断天宗亲传弟子，就是为了这断天的传承，才迟迟不愿意突破金丹。今日怎么可能让你们把断天传承夺走？断天传承，各凭本事得知。好，各凭本事。停！不愧是筑基大圆满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根本无法和他们抗衡。这些人相互制衡间，竟然没有人注意到图本的方向。我身上有极品速度法宝风雷踏云轩，比战力我未必比他们强，但如果比速度，拼了！富贵险中求。你敢！不是被他拿走了？追！区区筑基修士，竟也敢抢我们的东西！这小家伙怎么跑得那么快？他的那双鞋子是极品速度法宝。断天战甲，攻防兼备，毫无短板的一体战甲。不过，即便知道了战甲的打造方法，也没办法现在打造。这些家伙追得紧，得想办法把他甩掉。追了10天，还在追我，真是追个没完了。若不是我体内有剑阵为我源源不断提供灵力，不然我的灵力早就枯竭了。不过现在倒是就只剩下他一人了，看来他也是擅长追逐的速度型修士，这样和他追下去没完没了。不如就在这里做个了断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一个筑基5层的蝼蚁，也敢染指图纸，就没想过自己的下场吗？不过也多亏你跑了那么久，你的灵力也该枯竭了吧？那些家伙没有极速法宝，追不上你，这图纸归我所有了。天地剑阵，起！秘境极品灵剑，好东西！没想到你还有此等宝物。靠，战力差距那么大！如果我的飞剑不是秘境打造，怕不是刚刚一击就全被他打碎了。小辈，你那剑阵在你手里，真是浪费了，还不如孝敬给我。
给我爆！不好，这是熔剑圣眼，专烧法宝。这小子为何会有本宗的熔剑圣眼？难道他是林铁？虽然炸不死我，但是这爆炸混合熔剑圣眼，专烧法宝灵气，轻易被他烧破了。我的法宝双风翅也不能让他这样继续烧下去，他哪来那么多灵力，居然还能继续飞？不过他连续逃了那么久，也该是强弩之末了。我身上的废弃灵气也经不住这样一直消耗。前方是断天锤有感应了，但是感应在里面。不管了，先冲剑进去再说。好厉害的熔岩，这不是普通的熔岩，这是流星熔地火。我若是刚刚贸然闯入，怕是会被烧光身上所有的法宝。这小子是疯了吗？林铁，我就守在出口，只要秘境关闭，你总归是要出来的。居然连我丹田里的灵气都在燃烧。如果我的五行灵剑不是秘境打造，怕是现在已经融化成废铁了。这地火熔岩真恐怖如斯，但这熔岩只烧法宝，对人倒是没多大的影响，只是让人感到略微燥热一些。这地火竟是可以修补断天锤，而且有着地火配合，我可以直接将断天战甲给打造出来了。秘境还有不到1个月就要关闭了。战甲已成，这战甲居然能全方面增幅我的灵力。我现在修为上的实力，应该也有筑基大圆满的水准了。而配上天地断天诀，再加上天地剑阵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与筑基期大圆满的老怪一战，应该不成问题。空气诀能加强自己对法宝与灵气的控制力，甚至还能短暂控制他人的法宝和灵气。知道出来了，林铁。哼。哦，你这老狗，在这里等很久了吧？找死！先不急着祭出剑阵，先把他的逃命法宝消耗掉，再用剑阵把他围住。
你身上的战甲怎么回事？为何上面有断刀的气息？难道这是传说中的断天战甲？你居然真的把它打造出来了！哼，算你识货。断出来了又如何？蝼蚁就是蝼蚁，给我下地狱去吧！欺人太甚！你真以为我奈何不了你吗？只不过看你是普通筑基，不想空费精血，这是你逼我的。本命法宝，还好我足够谨慎，没有与他硬碰硬。这老怪果然有不俗的底牌，倘若真的把他当成普通修士处理，我真的危险了。给我死吧！空气诀。我的本命法宝怎么不受控制了？哼，去！不好，空气诀失效了。剑来！控火诀！你这疯子，在这个位置用控火诀，你是要把你自己也烧死吗？伙计，死的只有你。呵呵，如果用地火烧死你，我该怎么拿走你的储物袋？我居然会死在这里！不愧是筑基大圆满啊！这家伙的灵石多得堆成了山，高级丹药更是数不胜数。诛灭剑的锻造图，这是断天宗的秘卷，上面记载了圣品灵气诛灭剑的锻造方法，居然需要熔间盛宴啊！还有秘经和羽神铁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我在夺走熔间盛宴之后，那帮家伙反应那么大。断天的传承竟然不止一个，看来我的断天锤只是断天传承中的其中一样，但它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其中之一。1288剑，诛仙剑阵。剑阵形成之时，绝天地通，无物不斩，可杀仙人。而这是诛灭剑的图纸，虽然不是诛仙剑，但却是诛仙剑成品之前的剑胚，威力也比五星灵剑强大不知多少倍。我记得在逃亡的过程中，还看到了几处金矿，趁秘境关闭之前，还是把金矿多收集一下吧。
哦，我的运气真是不错，这里真有陨神铁。加上这家伙手里的矿物，材料差不多够了。段天宗派那个老家伙来，就是为了寻找锻造诛灭剑的材料。诛灭剑必须有熔间圣炎才能打造，但是因为熔间圣炎需要采集，每次只有1缕，所以段天宗的进度缓慢。这么多年积攒下来，他们所积攒到的熔间圣炎，好不容易达到了能炼制诛灭剑的程度，哼哼，结果却被我半路截胡了。怪不得那帮疯子拼了命的也要追杀我。现在材料、地火我都已经齐全了，距离秘境关闭还有一段时间，试着把诛灭剑打出来吧。这圣品灵器的锻造难度，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得多。浪费了那么多的材料，居然都没打造出一把。倘若在外界，怕是连材料都难以凑齐。不过，总算找到要诀了。进！第2棒！第3把！炼天神丹诀，金丹期的修炼功法。没想到花了那么久时间，才打造了5把诛灭剑。好在从那些死去修士的身上拿到了不少储物袋，能带走足够多的秘经和陨神铁，也不愁出去之后没有材料用。时间差不多了。秘境快关闭了，我也该离开了，不然会在这里被困到下一次秘境开启的时候。在这里面没有突破金丹的资源，怕是老死在秘境里都没人知道，也该离去了。这里练的功法不少，这幻炎术再配合我的面具，应该没人能认出我了。站住！按照规定，但凡进入秘境者，需要缴纳1半秘境中所得，作为入场费用。把你身上的乾坤袋都交出来！如果把乾坤袋交给他，怕是最后连汤都不剩下了。说是1半，谁知道要拿走多少？倘若不交呢？不交！不交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！哈哈哈，死路一条！
这里没有金丹期的老怪，那些筑基大圆满的弟子也不在此处了。估计是以为李炼得了手，所以已经离去了吧。宗门之间也不会在秘境外撕破脸，他们估计也想不到，最终是我杀了李炼。这秘境的机缘自然是有缘者得之。冥顽不灵，那我们就自己从你身上取。既然都那么有骨气，那你们一起为他陪葬吧。既然你们都想杀我，想必你们也已经做好了被杀的准备。这些家伙从散修身上收了不少秘境里的资源，现在倒是都为我做嫁衣了。不行，不能留在这里，这里不安全了，还是尽快离去的好。碧云宗里面没有金丹的气息，看上去是一个小宗门。这地方灵气充沛，是一个适合我清修的地方。把手放上去吧。资质普通，去外门报道吧。段天宗要打过来了！为首的是筑基期大圆满的修士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怎么又是段天宗？这些家伙还真是阴魂不散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现在实力低微，不应该和他们硬碰硬，还是先走得好。师弟，师弟，你去哪儿？师弟怎么能飞那么快？段天宗出行，还不速速跪下！真倒霉，居然这样碰上了。李战，李战前辈，别来无恙。林铁，你怎么会有那么强的实力？李战长老，我们之间的恩怨，看来要算一下了。林铁，你找死！长老死了！快跑！我去禀报宗门！碧云宗宗主，你来找我，所谓何事？谢阁下救命之恩。倘若不是阁下出手，我们碧云宗怕是已经覆灭了。这些是我自己准备的晋升材料，是一些升到金丹期的资源。倘若阁下不嫌弃，还望收下。怕是没那么简单吧？无功不受禄，这金丹期的资源可不是大白菜。实不相瞒，段天宗对我宗的灵脉日夜窥探，早就想将我们吞并。今日死了一位长老，他们定会借题发挥，大举进攻。我宗实力微薄，实在无力抵挡，还求阁下留在宗谋，暂时坐镇一段时间。只要您能震慑住他们，我们愿意提供一切您需要的修炼资源。这个资源刚好就是我需要的，突破金丹必不可少。我现在个人实力微弱，没有宗门的支援，自己收集到这些材料，不知道要多久时间。罢了，就答应他吧。若是来者不敌，我再跑也不迟。也好，那我便收下了。不过话说在前头，我拿钱办事，只能应对我力所能及的情况。
若是来者太强，来了我无法对付的强敌，我转身就走，还望不要怪罪。若连阁下也无法解决的劲敌，那是碧云宗当有此一劫，绝不强留阁下。密室已经备好，请吧。材料都够了，金丹期的火系妖丹，还有这些千年灵草，碧云宗为了保命，还真是下了血本。有了这些，加上我体内的5把诛灭剑和断天传承，结丹的把握有90%了。事不宜迟，也该试着突破金丹了。晋升到金丹后，我锻造诛灭剑的速度比筑基期快太多了，而且灵力充足，可以同时锻造多把诛灭剑。哼，这就是碧云宗，底下的灵脉倒是不错，也怪不得能养出金丹修士。不过，敢与断天宗作对，他就是在自寻死路。来者何人？我倒是请教前辈，因何事要覆灭碧云宗？我断天宗长老李战与碧云宗陨落，我雷行作为断天宗长老，自要来草个说法。李战就是我杀的。是你？是我，而且我不仅杀了李战，今天还要杀你！一个刚突破的金丹初期，也敢口出狂言？这是诛灭剑！你怎么会有诛灭剑？熔剑盛宴！你是林铁？现在认出我了，晚了。报，各位长老，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李战长老的命牌碎了！你说什么？死了？李战前不久离开宗门是为了何事？前段时间，宗门发现一处宝地，灵脉绵长浑厚，只可惜被邪修宗门占据。李战长老奉命前去讨魔，夺回灵脉。现在看来，李战长老怕是着了邪修的道了。不过，李战可是筑基大圆满，能杀死他，对方怕是已经晋升金丹。真是不识好歹，连我们断天宗的人也敢杀？难道他们以为成了金丹就能肆意妄为不成？宗主大人，
段天宗的脸面不能丢。一个刚晋升的金丹就敢欺压到我们头上，若是被他人知道，还以为我们段天宗无人。既然如此，雷行，那就由你去清理吧。遵命。多亏了碧云宗主给的这些材料，晋升金丹才能如此顺利。给我拧！金丹成了。这一路的艰辛都是值得的。这是诛灭剑的剑阵，不可能！你离了宗门只不过是一个散修，怎么会有那么多诛灭剑？走不掉了，我们要死了！大周师，不是我想来的，是雷星长老逼我来的呀！你大人有大量，把我们放了吧！雷星长老，你当初说的不是这样啊！你说灭了碧云宗，碧云宗上上下下的女人都是我们的。雷星长老，你可没说我们要陪你来送死！聒噪！大敌当前，不想着如何对敌，还敢怪罪老夫？这些年你们跟着老夫，没少捞过好处，一群吃里扒外的废物！林铁，有什么话我们不能好好谈谈？林铁，你是段天宗出生，显然是段天宗的人，大家都是同门。你如今是金丹修为，魁宗必然能给你一个长老之位。林铁，何苦将事情做绝？你如果杀了我，段天宗定然不会放过你。难道你真的不打算为自己留退路吗？小友，难道是我雷行曾有得罪你的地方？雷行在此给你赔罪。把事情做绝。雷行长老，我根本不认识你，何来得罪一说？但是对你们段天宗，我可是熟悉的很啊。你。这一趟的收获倒是丰厚。云宁贺喜前辈突破金丹，若非前辈出手相助，我碧云宗怕是已经上上下下死无全尸。事已至此，也只有杀了他这一种解决方法。不过将他击杀，段天宗肯定还要来人报复，这个地方不能久留了。你还是解散宗门，让弟子们避难去吧。倘若他日段天宗覆灭，你再回来也不迟。谨遵前辈教诲。云宁自知实力微薄，也不能永远依仗前辈的庇佑。云宁会立刻遣散弟子离去。如此就好。这图纸上的阵纹是诛灭剑升级为诛仙剑的锻造图，里面是一处隐秘洞府的坐标，洞府里存放着段天的另外一个传承武天术。前辈，宗门已经解散，若是他日前辈有用得着小女子的地方，还请前辈拿着玉牌，不要客气。你也快要突破金丹了，
这些东西对你或许有帮助。多谢前辈赐予。那么强的禁制，怪不得雷星拿到坐标，却没有把东西拿走。破开了一个小缺口，却立刻补全了。我在阵法上没什么造诣，现在从头学习，怕是要耽误不少时间。一力破万法，先强行破开。诛灭剑阵，开！好快的修复速度，不过比不上我的攻击快。裂痕在不断扩大，只要我把缺口撕碎到一定的程度，就可以把它彻底破开。破！这就是补天术。断天锤感受到了共鸣，这补天术也是断天的传承之一。这断天宗还真是和断天锤关系不浅。能够在战斗中不断修复自己的身体和战甲，甚至可以让被砍断的肢体部位再生，只要不是直接致命的伤势都能修补，太逆天了。不过补天术修补身体必须配合万炼断体法，原来这两个功法是完全一套的。根据追踪的秘法显示，那个小子就在这个洞窟里。这小子明明只有金丹前期的修为，吃了我一击劈天神雷，竟然毫发无损，居然轰碎了我的战甲。还有人！龙剑圣眼，他是林铁，这家伙身上的战甲是断天战甲。那是宗门古谱中记载的九重乾坤盾，还有那一双是风雷踏云靴，都是断天的传承。这小子身上有断天锤，撤！我们不是他的对手，把消息传回宗门，讨伐他。这些家伙认识断天锤。这些家伙知道断天锤的存在，如果他们知道断天锤，其他人怕是也可能猜到。我的秘密不能让其他人知道，不然会引起整个修仙界的窥探，甚至引来元婴老祖的追杀。原来如此，断天宗的长老死后，会在击杀他的人身上留下印记。杀了他们的长老，他们肯定还要继续来追杀我。难怪这次被他们偷袭成功。我的身上只有功法战斗的战法，
不擅长神识搜寻，也不擅长去除印记。现在没时间让我去修炼旁门左道，我必须尽快杀回去。只有灭了断天宗，才能彻底隐藏我拥有断天锤的事。丹药、矿物、灵草倒是不少，不过这些修炼资材对我来说还是不够。金丹期需要的资源太多了，还是得找一个修士聚集的地方，把我身上多余的资源交换成修炼资材。这地图是南州的地图，记载的倒是详细。附近最大的修士城池，天机地城。天机地城果然名不虚传。先进城换取资源。站住！天机地城规矩，入城缴纳10枚下品灵石。拿去。戴着面具鬼鬼祟祟的，进城之后老实点，敢在天机地城惹事，元婴老祖也保不住你。进去吧。自然。我要出售一批极品灵剑，你们这里怎么出价？一批是5把还是10把？这些全都是极品灵剑。正是。即便是以炼器闻名的断天宗，也无法一次性拿出那么多极品灵器。敢问前辈来自何处？我应该没有告知你身份的义务。是在下僭越了。不过这些极品灵剑若是单独出现还算稀有，可若是在单次拍卖里大量出现，价格怕是只低不高。况且能用到极品灵器的多是金丹修士，寻常筑基修士怕是买不起。不如这样，我斗胆一口价买下前辈的所有极品灵剑，日后由我们拍卖行细水长流，慢慢拍卖，如何？如此也好。你直接将这些灵剑帮我换成玉简上的修炼资物，还有，帮我寻找能遮掩追踪印记的秘法。遵命，这就为您准备。都是我要的材料。如此一来，材料也备齐了，是时候突破了。金丹中期，我记得断天宗的宗主也只是准备突破元婴的金丹大圆满。断天宗，你们给我等好了！诛仙剑以256把诛灭剑合为一剑，形成先天剑胚，最终成型的诛仙剑将是仙器。我现在虽然无法打造出真正的诛仙剑，但合成剑胚应该够了。断天锤出，诛灭剑中。
诛仙剑虽然只是半成品，但也是地品灵器。听说了吗？段天宗最近来了一位长老，带着一帮弟子，驱逐了远处宁光山脉所有的采矿工人。宁光山脉，段天宗的长老跑去那里做什么？多半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宝贝吧？可不是，听说有几个动作慢的散修，直接被他们当场打断了腿，真是霸道。嘘，你小声点，这里可是天机地城，万一隔墙有耳，被段天宗的人听见，你不要命了。看来又有好宝贝要被这无耻的宗门强行夺走了。长老吗？呵呵，平日总是被你们追杀，今天轮到我去追杀你们了。